这不行，我家中的孩子也多，再照顾8个我也照看不过来啊。你是不答应我吗？您能说说你的担心吗？据我的了解，我爹的几个孩子都是有生母的，还有萧王妃对我爹是有感情的，她也不会对孩子动手。正是他们的母亲不同，我才要担心。王府的世子之位只有一个，后院那些女人哪个不是卯足了劲，想要自己的孩子当上世子。现在我活着，那些女人不敢动的。若是我去世之后，孩子们只会越来越少。沈飞也想到了，大户人家的后宅那阴私手段多的是。沈飞这一刻竟然觉得老爹也是大猪蹄子，干嘛弄这么多女人呢？还有萧王妃，她虽然对你爹有感情，没有对孩子下手，可是难保以后啊。现在萧家的动作频繁，就怕他被萧家人蛊惑，动了歪心思。萧家好解决，既然他们不是安分的，那就哪来的回哪去。我去和皇上说，把萧家人全都调离京城，别在京城当官了。老王妃心想，这丫头说的是什么话？事情哪有那么简单？就是儿子回来都不能轻易插手官场上的事，更何况轻易调个3品官出京。到时候也别让我爹苦哈哈的留在边疆了，告诉皇上一声，让我爹回来。他的年纪也不小了，老是一个人在边疆也辛苦，是时候回京城享福了。到时候有我爹在王府坐镇，那些个牛鬼蛇神也不敢冒出来，后院的女人也就安分了。你爹能回京，还告诉皇上一声啊？剩下的话被老王妃咽在了肚子里，那些大逆不道的话他没有说出来。沈飞没意识到他说了大话，他觉得告诉小福宝，小福宝绝对会听他的。至于皇上那边小福宝要怎么说，他就不管了。放心，我爹一定能回来，几个孩子的安危你也放心。你爹真的能回来啊？您放心，我爹保证回来。好。老王妃临终托孤，就是怕儿子在战场上有不测，又怕皇上暗中收拾北静王，像是先帝那样防着北静王。这武将啊，最怕功高盖主啊。老王妃和沈妃两人单独在屋中谈话，外面的人早就等得焦急了。舅舅，把门打开，看看里面是什么情况。你们把门撞开。谁料还没来得及撞门，门从里面打开了。太王妃让你们进去呢。沈妃已经安抚了老王妃，她此时躺在床上，虽然身子单薄，但是脸上已经没有了最开始的愁苦。看着众人进来，还是笑呵呵的。大哥，你来了啊。姚老爷子凑近看看妹妹的状态，发现她还挺精神的，心里一沉。他之前是来看过妹妹的，那时候人多半是昏迷的，现在这样明显是回光返照啊。两人又说了一会儿话，老王妃又看了看屋子里的众人，微笑着点了点头。扫过众人之后，他又看向了门口处。此时门口空无一人，他等待的身影终究是没有出现。但想到大孙女的保证，老王妃紧抿嘴角，又微微上翘。收回期盼的视线之后，老王妃就这么安详地闭上了眼睛。荣王府，沈妃在参加完葬礼之后人就没有精神，和从前那活泼的样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你这样还要持续多久？不知道。这死样真的好气人啊。恒儿走了过去，来到沈妃身边，用小手扒开沈妃的双眼，仔细地看了看。没病啊？我本来就没病。那老太太对你不是不好吗？为什么参加完她的葬礼你就成了这样？沈妃也不知道，就是觉得不得劲儿。她心里有点纠结，那老太太直接在她眼前死了，她还是触动的。她现在都不知道怎么面对北静王了。和你们说了你们也不懂，小屁孩。花花和恒儿无语了。哼，我要是再操心你一下，我就是狗。说完不管沈妃，快速的往外走，她得去看看她的实验田。哼，我也是，有那时间我还能多出几套题呢，还能有钱赚。哼！
沈飞见两人消失，还是懒懒地躺着不想动。小福宝不在，小叶子和寻儿他们人怎么也不在？彩霞，彩霞，彩霞快速走进来。王妃有什么吩咐？寻儿、叶儿还有小叶子呢，怎么府中静悄悄的？王妃，寻儿和叶儿都被皇后接进宫了，说是要住几天，你都答应了。我答应了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是啊，您亲口答应徐嬷嬷的，2位小少爷才被接走的。哎呀，我都给忘了。王妃，要不要请个太医给您看看？没事，我没病。彩霞心想，王妃这样看着不像啊，看来还是得和王爷说一说了。小叶子呢？怎么也不在府中？大郡主被三公主邀了出去，说是要看看公主府。公主府？三公主的公主府还没建造呢，现在是在选址。三公主邀请小郡主一起去看看，选哪一处好些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彩霞离开之后，沈飞才发现，这府中还真就是他最闲了，就连孩子们都是各自有各自要忙，反倒是他成了一个咸鱼了。娘，我回来了。是仔仔呀，你这几天忙什么呢？小福宝见沈飞有气无力的样子，快步地跑了过来。娘，你怎么了？生病了吗？叫太医了吗？没事，就是觉得没什么力气。娘，你是不是中暑了？应该没有吧，我没有别的症状呀。也不热呀。都说了我没事了，就是天气太热，没有力气。娘，我带你去行宫避暑吧。这里还有别的行宫？小福宝很得意，他为了让自己过得舒服，上辈子可是造了3个呢。不过有2处比较远，在洛阳。当然，娘，一定是今年炎热的天气才让你不适的。京郊有华清宫、玉华宫、九成宫、翠微宫呢，看你想去哪里。华清宫吧，这个比较有名。华清宫不好，咱们去玉华宫，那里有瀑布，能解一解暑气。那好，就去玉华宫。你去和皇上说一声，给你爹也放几天假，咱们一家人一起去。行，我和皇上说一声。你外公回来了，你也和皇上说说，让他留在京城，别再去边疆了，他年纪也大了。小福宝抽了抽嘴角，他从亭州回来之前可是见过北京王的，那生龙活虎的样子一点儿也看不出老来。他能舍得下兵权？兵权不是打仗的时候才给将军，战争结束了就收回来吗？小福宝竟然无言以对。若真是像娘亲说的那样还好了呢，权力的滋味一旦掌管，哪那么容易放下？小福宝皱了皱小鼻子，没有反驳沈飞。娘，你放心，这事儿我们能处理好，你不用担心，你只需要准备好东西，咱们去玉华宫避暑就好。沈飞确实是想简单了，他只想北静王回京，但是否交出兵权还要看北静王的意愿。那行，我去吩咐下人去准备。沈飞想到出去玩，突然又来精神了，又有力气了。皇宫内勤政殿，皇上瞪着徐慧，荣世子怎么想起来去玉华宫了？皇上也觉得皇宫太热，想要带着妃嫔和大臣去行宫避暑呢。恰巧他也想去玉华宫。近来天气炎热，我们王妃有中暑的迹象，整日没精神，世子就说带王妃去行宫避暑。皇上想到沈妃整日像个跳马猴子似的，还没精神，他怎么这么不信呢？你们王妃没精神，可是病了？大夫看过了，没病，王妃就是精神不济。哼，还精神不济？她整日悠哉悠哉的，就是我这个皇帝都羡慕了，她还来个精神不济？徐慧眼观鼻，鼻观心的站着不动。皇上抱怨王妃，他自然什么话也不敢说。徐慧知道最终结果必定是自家王妃占了玉华宫。行，这事儿朕知道了。皇上，我们王妃想要荣亲王陪着，所以我们王爷也要请一些日子的假。皇上真的好气呀，那个沈氏太嚣张了。徐慧离开之后，皇上有些郁闷。冯宝见皇上这样，觉得属实没有必要。既然都想去玉华宫避暑，那就一起去呗，
况且玉华行宫那么大呢，想碰上都难。冯宝不了解皇上的心理，他现在是一面都不想和沈妃见，更何况还要去一处避暑，那怎么行？哎，算了，今年朕不去行宫了。小福宝想到要去避暑，就想到了益州王和他的几个孩子，因此也打算带几个孩子去。此外，他还想见一见楚玉红。他从南疆回来之后，下面的人禀报了一些事，小福宝觉得要和楚玉红谈一谈。你还知道来啊？我还以为你把我给忘了呢。这次来是要带你们一家去玉华宫避暑的，你们好好准备一下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哼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哈哈，太好了！小福宝一脸黑线，还是这么毛毛躁躁的。去行宫，老大也去吗？他不去，去行宫是让我娘避暑的。老大去了，谁都得让着他，我娘还怎么玩？对，老大不能去，好些国事都要他处理呢，去避暑干什么呀？好好留在宫里干活吧。嘿嘿嘿。玉红呢？我想见见他。玉红这孩子像我，这几年越发的出息了。哼，他可比你有脑子多了。儿子像老子，那也是随了老子呀，还比我厉害，怎么可能啊？把他叫来，我问他点事儿，一会儿你也听听，你就知道你儿子做了什么。很快，楚玉红就被叫了过来。父亲，你叫我。福宝弟弟来了。小福宝点了点头，轻轻地了一声。小福宝把楚玉红从上到下的扫视了一遍。楚玉红已经11岁了，现在成了半大少年。福宝弟弟，为什么这么看我？玉红，你最近做了什么？我什么也没做呀。楚敬宗也没发现家里有任何不对，孩子们都是按时上学，没有任何异样。小福宝，玉红确实很老实。赵家的事儿是你做的吧？赵家？哪个赵家？楚玉红一听小福宝提起赵家，心跳快了一拍。是啊，福宝弟弟，什么赵家？小福宝见楚玉红装糊涂的样子，轻笑出声：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就是废了赵四公子，挑拨了赵家大房和四房的关系，让两房内斗，这手段够狠。楚玉红被点破，稍微有些慌张，他毕竟才11岁。楚敬宗终于明白，两人说的是赵国公府的事。他当初在马场的时候听别人议论了，他还觉得是老天开眼了，让缺德的赵国公遭到了报应。不仅让最出色的儿子成了瘸子，就是最聪明的孙子都成了药罐子。他那些日子真是开心的，每天都多喝了2两酒。玉红，那事儿真的是你做的？楚玉红紧紧地抿着嘴角，没有开口。楚敬宗还算了解儿子，虽然他没承认，但也没反驳，不是？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，不愧是我儿子，这脑子就是像我。没轻没重。我这不是太高兴了吗？赵家太可恨，竟然想害我儿，我就是出不去，否则我一定要教训一下赵国公那个老匹夫，揍得他娘都不认识他。小福宝想到楚敬宗只是想揍一顿人，闭了闭眼睛，不生气，不生气。赵家确实要教训教训，我已经找好了赵家的罪证，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，你就先出手了，你的法子比我好。楚玉红见小福宝说的这么详细，也不藏着了，他终于是承认了。是，赵四公子的事儿是我安排的，赵家欺人太甚，我们一家如今已是平民，只想安稳度日。可是赵家不知何原因，总是盯着我们不放。有次我和弟弟放学回来，出城之后马车失控，我和弟弟们被摔出了马车，好在只是皮外伤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开始偷偷调查，发现是赵家的仆人下的手。赵家是国公府不假，但我也不是泥捏的。本来我也没想动了赵家的孩子，可是太子妃竟然在东宫就想要了我们兄弟的命。他们如此欺辱，我怎么还能忍他？你就不怕东窗事发，被赵家发现，或是皇上发现？哼哼，赵家大房就是个酒囊饭袋，脑袋想的都是怎么解女人的裤腰带，好挑拨得很。如今我送他个世子之位，他感激我还来不及呢。至于黄伯父，我不担心他，就是太子哥哥知道了，我也不惧，反而我还帮了黄伯父和太子哥哥。外戚是助力，也是阻力。
赵家一门出了皇后和太子妃，说明赵家将会兴盛两朝。如今黄伯父还能控制赵家，可是到了太子哥哥登基，赵家的权势恐怕更大。太子哥哥仁慈，未必会对赵家出手，可这天下是我们楚家的，他赵家算什么东西？我不过是提前把防患扼杀在摇篮里罢了。玉红，这是谁教你的？不用谁教，我自己就懂。没有人给你出主意，你自己就想得出来？这能有多难？楚敬宗第3次傻眼了。他承认他儿子的主意比他揍一顿赵国公厉害多了，毕竟皮外伤几天就好了。可是儿子这一出手，相当于断了赵家的根基啊！楚敬宗好似今天才认识儿子一样。你妈，若是知道这小子这么聪明，他还听什么谋士的呀？最后给他谋的都破产了，自己还被圈禁起来。老大的太子比不上他儿子聪明，他完全可以再等等，好好的守在益州，等儿子长大了和太子抢天下呀。哎，早知道他儿子这么聪慧，他不自己来了，让儿子上啊！失策呀！你做的不错，就是手法有点稚嫩，还有进步的空间。当初那批有问题的马没有及时处理。是，我知道，因为我能用的人太少了。不过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赵家好像是没发现是我做的。放心，赵家查不到，尾巴已经被我扫干净了，你可以放心。谢谢福宝弟弟帮忙。楚玉红觉得自己很聪明，从前也是隐隐得意，可如今他所做的事都在小福宝的掌握之下，他更佩服这个才6岁的堂弟了。和堂弟比起来，他还差一层。玉红，过几天要去玉华宫避暑，你向夫子请好假，到时候你们一家和我们一起去玉华宫玩。福宝弟弟，我娘可以一起去吗？当然，你们一家人呢，当然包括你娘。好，我得告诉我娘这个好消息。小福宝也满意了，他喜欢有孝心的孩子，特别是对娘好的孩子。小福宝离开的时候，楚敬宗还有点傻呆呆的。怎么了？知道玉红聪明，后悔了？楚敬宗哪里敢承认？没后悔，后悔啥呢？还能后悔啥？你是不是看你儿子聪明，觉得让他和太子抢天下呀？没有的事儿，怎么可能呢？见小福宝不信，接着保证：没有，真没有。还想骗我？你一撅屁股，我都知道你拉什么屎。不过我若是没有重新活过来，玉红没准儿会成功。皇宫内勤政殿，偏心，真是太偏心了。皇上气咻咻地靠在龙椅上，第一次觉得龙椅这么硬。凤宝，以后给龙椅准备软一点的垫子。是，陛下。皇上今天本来就郁闷，现在更郁闷了，心里好像是有一团火。小福宝太偏心了，不仅不允许他这个皇上去玉华宫扫了沈氏的兴致，竟然还带老三一家去。皇上想到什么，直接站了起来。走，去思宁宫。皇上怎么这时候来了？母后，现在天气炎热，皇宫太闷热了，正巧皇后要去玉华宫避暑，不如母后也一起去。也好，那哀家就和皇后一起去。皇上离开慈宁宫的时候是一脸笑意离开的，甚至嘴里还哼起了小调。傍晚的时候，花花和恒儿回来之后，就看到了活蹦乱跳的沈妃。花花很奇怪，下午还要死不活的人，怎么突然来精神了？难道是诈尸了？方姑姑，我娘怎么好的？王妃还是被世子哄好的。花花疑惑，他说了一堆好话都不管用，小福宝就轻易的哄好了。大哥用了什么法子？二少爷，咱们要去行宫避暑了呢。行宫？听说是玉华宫，王妃已经让下人准备行李了，咱们要去住一段日子呢。听说这次玉华宫是特意给王妃散心的，没有外人打扰。怪不得好了呢，小福宝还真是他肚子里的蛔虫，真是他的好大儿呀。是呀，咱们可比不了，人家哄人的本事多大呀，随便人出手就是行宫避暑，咱们靠什么？花花和恒儿两个小不点儿说着老气横秋的话，也是有意思的很。
京城一处普通的院落内。公子，最新消息，荣王府一家要去玉华宫避暑。你说什么？去行宫？只有荣亲王一家吗？皇上和太子不去？皇上不会去，听说是只有荣亲王和被囚禁的益州王两家。哦，还有楚敬宗的蠢货呀！公子，咱们要不要动手？这是个好机会呀！可惜了，若是皇上此行也去，才真是能一锅端了呀。公子，那咱们要行动吗？机会难得呀。是呀，机会难得。查清皇上为何不去了吗？这不清楚，皇宫里的消息全都探听不到。苏墨尘眼眸微冷，一想到他们藏在宫中的奸细全都因为荣王妃被清查出来，就气得要死。当初就是那叫什么催眠的，好端端的就查到了他的人身上。那些人已经隐藏得很深了，就是先皇都查不清楚他们背后之人。谁料被荣王妃催眠后，皇上又顺藤摸瓜，全都挖出来了。苏墨尘想到荣王府，好些事情只要牵扯到荣王府，就没有一个成功的，邪门的厉害。或许只有解决了荣王府的人，我们才有成功的那一天。公子，若是这次行动还需要陈家帮忙，他们会愿意吗？那可由不得他。走，咱们去会一会这个陈大公子。陈大公子最近的架子很大呀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不要以为你可以一直威胁我。陈大公子客气了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也是朋友，你怎么可以翻脸不认人呢？你还想怎么样？就是因为你，我爹已经闲赋在家许久，你还想如何？哎，不要急呀，皇上只是怀疑，他又找不到证据。况且当初泄露荣亲王消息的人又不是陈尚书，皇上就算查也查不到。不要想着一直控制我们陈家，现在皇上已经颁布了圣旨，不计较从前和先太子有瓜葛的臣子了。陈大公子还真是健忘呀，你该不会忘了你曾经做过什么吧？先太子的事是老黄历了，但你该不会忘记了当初唐知轩找人刺杀荣亲王的事，你也插了一手吧？你陈洪熙作为唐知轩的好友，也是从小看着唐之灵不顺眼。唐知轩想要教训唐之灵，他觉得不是大事就参与了。可是谁想到唐之灵的小崽子不是普通人呢，一翻身成了皇子呢。陈大公子请放心，这次的事情很简单。你想干什么？只要你能把它办好就行。陈洪熙看到纸上的内容，瞳孔微缩。你疯了，我不做。我呢，如今烂命一条，可是你陈家就不一样了呀。你真的舍得如今的荣华富贵吗？我爹现在闲赋在家，我就算想做也做不到啊。陈尚书掌管兵部多年，手底下有不少人，只要你陈大公子出马，那些人一定会给你面子的。陈洪熙沉默不说话，内心在做着思想斗争。你放心，后面的事情我们自己做，你们要做的事就是放我们的人进去就好，保证不会牵连到你们陈家。这是最后一次。成交。说，刚才去见谁了？爹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没见谁呀。还敢狡辩？你刚刚在纯喜楼见的是谁？爹，你救救我，救救我呀！说，老老实实的交代。陈洪熙最近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，现在能告诉父亲，他也找到了宣泄口，于是就把事情从头到尾的说了一遍。爹，就是这样，那苏公子拿住了我的把柄，我才帮着他做事的。陈尚书听过之后，只觉得双眼冒金星，他吓得倒退了几步，直接撞到了桌子上。爹，你怎么样啊？你个孽畜！爹，你的腰没事吧？陈尚书手扶着桌子，一脚向陈洪熙踹了过去。陈洪熙没有防备，直接被踹倒在地。爹，我知道错了，您罚我吧。谁给你的胆子，竟然派人去追杀荣亲王？爹，当初唐之灵还不是皇子呢，只是个庶子。那唐知轩就是个小肚鸡肠的人，你还整日围在他身后，还搅和了人家的家务事中，你是不是傻了？爹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以后？你还想以后？咱们陈家还有没有以后都另说了。爹，
那咱们家要怎么办呀？荣亲王去南疆的路线是你泄露的？是，我偷看了你书房的折子。陈尚书闭了闭眼，真是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。这事儿除了那个苏公子，还有别人知道吗？兵部的人，你有私下接触吗？没有，我谁都没接触。我想看啥，在你这儿就看到了，还问那些小吏做什么？陈尚书一时之间竟然无言以对。若是小事，陈尚书不会包庇儿子的。可是这是抄家灭族的大罪，弄不好他们陈家全都要跟着陪葬。陈尚书这时候也有了私心。那苏公子是什么来头，知道吗？不知道，这人估计和皇室有仇吧？不清楚，那你就傻呵呵的被人威胁，给他做事儿。爹，他不是拿着我的把柄吗？陈尚书觉得大儿子若是单纯的参与了当初唐之轩刺杀事件，还能把责任推出去。毕竟唐之轩成了死人，谁又说得清呢？可是现在又牵扯到了南疆之事。虽然荣亲王没事，但当初在吐蕃5000精锐确实是提前知道了消息，早早的埋伏。行军路线被泄露，那他这个兵部尚书难辞其咎。本来赋闲在家，还以为有被起复的时候，谁料消息竟然是他们府中泄露出去的。这消息若是被皇上知道，他们一家恐怕都要被杀头了。这一次，那苏公子想要你做些什么？爹，荣王府一家要去玉华宫，苏公子想要他的人混在卫队军中。口气还真不小啊！他以为荣王府的卫队是酒囊饭袋吗？那都可是大内护卫出身，简直愚蠢。爹，那苏公子好像是疯子，咱们家怎么办呢？为今之计，就只能解决了苏公子这个疯狗。只有死人的嘴巴最严实。爹，那苏公子每次见面都戴着面具，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容貌啊。你仔细说说，他还有什么特征？身高、身形，还有说话的声音，都给我仔细的说一遍。是，爹。3天后，荣王府已经准备好了，护卫队护卫着几辆大马车在荣王府门前等候。行了，人都到齐了吧？咱们出发吧。人没齐，还缺人呢。还少谁呀？还有朱玉安和杨少奇，他们都是同窗，我就邀请了他们。行吧，你告诉他们咱们出发的时间了吗？他们知道的，不会迟到的。果然，小叶子才说完，就见到了远处来了2辆马车。小叶子，我来啦！我在这儿。好了，咱们出发。到了午后，车队一行人终于到了玉华宫。大哥，这里好凉快呀！那当然是来避暑的，当然解暑气啊。我想住凌雪阁，行不行啊？行，你从前就喜欢住那里，你带着你的孩子先过去吧。楚敬宗得意地看了唐之陵一眼，带着老婆和孩子熟门熟路地走了。唐之陵看楚敬宗这死样子，不大开心。仔仔，咱们去哪儿啊？你倒是带路啊。爹，大哥也是第一次来，怎么知道住哪里啊？没准上辈子来过呢。邢儿挠了挠脑袋，不大明白。叶儿倒是看了小福宝好几眼。小福宝瞪了一眼唐之陵，不搭理他。娘，走吧，咱们去仙羽殿，那里可好了。虽然不是最大的，但那边的院子很漂亮，而且是最凉快的院子。走。很快，后面的小豆丁都发现了，于是也跟了过来。娘，等等小叶子，打打我！爹，快放我下来，羊跑了。唐之陵看到如此精神的沈飞，也松了一口气。前几日蔫蔫的沈飞，他看着真不习惯，还有点担心。唐之陵把寻儿放下，这小家伙立即拉着不太想跑的叶儿追了上去。等等，寻儿呀！顿时，本是寂静的行宫有了小孩子们的叫声，立即热闹起来。花花看着跃跃欲试的杨少奇，问道：“既然想追上去，为什么不去？”杨少奇看了看小伙伴们，又看了看花花。我和你一起走。恒儿看了一眼杨少奇，皱起眉头，这小子是不是有想法呀？他的大眼睛来回在花花和杨少奇2人之间来回扫视，内心戏贼多。最不可思议的就是上辈子的师妹成了大龄剩女，没有一个人追，到了这个时代竟然有了爱慕者。恒儿一时之间有点接受不了，但不耽误他看好戏呀。
不用，我不爱爬，我慢慢走过去。那我和你一起走。花花心想，这小屁孩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啊？花花被他这个恐怖的想法吓到了，连忙否决了这个想法。一定是他想复杂了，他带了成年人的思想，不能这么看小孩子的。哎，思想上有偏见了。好吧，咱们一起走吧。世子，山下有一行队伍向玉华宫驶来。队伍？什么人？看着那仪仗，像是宫里的人。皇宫里的人？他皱起小眉头，显然是不大高兴。他已经吩咐了，不让皇上来扫兴，那皇上就不敢来。皇上不来，皇后就更不大可能，剩下的就只有常年出来避暑的太后了。小福宝很生气。走，咱们先远远的看看是谁来了。玉华宫在山上，自然能看到山脚下的队伍。小福宝炸毛了，他紧紧地握着拳头。这个老大还真是反了天了。小福宝看着越来越近的队伍，一眼就瞧见了那熟悉的马车，那是太后的车辇。当年这车辇就是他亲自吩咐为皇后打造的。这么多年了，那老太婆出行还是愿意坐这辆。小福宝目光沉沉地看着队伍前进，一言不发。随着队伍靠近，徐慧也看得清楚了。世子，好像是太后的车辇。通知所有人过来接驾吧。啊，是。不管承不承认，太后来了，她就是行宫最大的人。小福宝又不想暴露，只能低调行事。想到皇上，小福宝在心里骂了他无数遍。哼，给我等着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。等太后和皇后等人到了行宫门口的时候，沈妃和唐之玲等人已经在带着孩子们在此等候了。拜见千岁。太后看着跪下来的众人，扫视了一圈，发现还有益州王一家，微微地皱起眉头。她和葛太妃可是宿敌，对葛太妃的儿子楚敬宗自然没有好印象。楚敬宗能感觉有一道视线落在他身上，他能猜出来是谁。他现在就想问问小福宝，为什么好好的避暑要把这老太婆给带来？若是知道他来，打死他都不来。楚敬宗不知道，小福宝也委屈着呢。他真的从没跪过人，现在也在人群中跪着，顺便又把皇上拉出来，在心里骂了100遍。都起来吧。众人这才都站了起来。沈妃和唐之玲虽然好奇为什么太后和皇后都来了，但俩人和这2尊大佛都没有过节，所以态度也是从容。楚敬宗和他的媳妇陆海兰则是低着头，不敢看太后和皇后。楚敬宗的几个孩子见到太后也是很拘谨，他们如今的身份更是不敢靠前。倒是荣王府的几个小孩子非常欢快。皇祖母爷奶奶，太好了，我想皇祖母了呢。呵呵，小叶子，皇祖母没见到小叶子也想得很呐。皇祖母，这行宫可好玩呢，小叶子带皇祖母去玩。有了小叶子的暖场，紧张的气氛立即破冰了一样，没了刚才的压抑。我娘，薰儿、意儿，行宫好玩吗？薰儿自然地牵着皇后的手，就这么叽叽喳喳地说了起来。这时候，在后面马车上的3公主不耐烦了，她下了马车。怎么不进去啊？沈妃看着6个孩子顿时少了一半，立即傻眼了。唐之玲，问题貌似有点严重呀。看来以后不能把孩子偷偷扔下了，否则真的就被人拐跑了。小福宝自从太后来了以后，就一直在减少自己的存在感，走着走着就留到了最后。楚敬宗也慢慢的走，很快2人就会合了。太后怎么也来了？该不会是你想见她，特意让她来的吧？放屁！一定是老大那瘪犊子干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感觉刚才太后看我的眼神很恐怖啊。放心，有我在，还保护不了你。也是，有你在，我放心。出息！沈妃回头把小福宝和楚敬宗的亲密瞧得一清二楚，她突然觉得来行宫避暑不香了。她的孩子好像都有了2心，不大看重她这个老娘了。太后进了凤阳殿，才想起了刚才一扫而过的小脸。荣世子呢？怎么不见过来？藏在最后边的小福宝一脸无语。这孩子小时候哀家还能看着，这2年都不大见了。小福宝没有办法，只能一步一步地向太后走去。
太后本是沉稳着的脸，看着眼前走过来的小孩，竟然有一瞬间的恍惚。小福宝这样子让太后想起了曾经的先帝，他和先帝认识的时候好像也是这么大，加上两人一样的容貌，让太后微微出神。小福宝不大自然的行礼，孙儿给皇祖母请安。这声皇祖母让太后回过神来。小福宝这孩子还真会长，小的时候就像先帝，现在真是和先帝一模一样，真是那老家伙的亲孙子啊。太后夸完了之后，还伸出手捏了一下小福宝的脸。哎呦，这脸肉乎乎的，可真嫩呐。小福宝满脸黑线，他把头轻轻地向一边歪去，想要躲开太后的手，谁料太后的手劲儿很大，也没有想松开的意思。小福宝脸上的肉被扯得老长，小福宝脸上吃痛，怒目瞪着太后。太后笑呵呵的：“哎呦，你小子还生气了？”“没有。”他有火，但是不能在这老太婆面前发。沈妃看着小福宝的脸被捏红了一片，立即心疼了。她快步走上前：“太后娘娘，孩子还小，不大懂事，希望您不要见怪。”啊，哀家也是看这孩子太像先帝了，才稀罕稀罕。这哪是稀罕，分明是报仇。但他此时不想暴露，他眨着无辜的大眼睛，一脸纯真地看着太后。太后见小福宝这样，意识到这孩子再像也不是老谋深算的先皇，不是他曾经的幼年玩伴、少年情郎、中年怨偶。一时间，太后想起了很多从前的事，也歇了逗弄孩子的心思。行了，你们都回去吧，哀家一个人待会儿。沈妃在玉华宫开始了悠闲的避暑生活。玉华宫的环境优美，山间还有瀑布，因此在行宫里的空气都能感受到水汽。孩子们有小伙伴玩，又不用沈妃管，她的日子过得爽歪歪。方姑姑，你就按照我的图纸做衣服就好。方姑姑脸爆红。啊，王妃，这衣服是不是太暴露了？方姑姑有点接受不了，这衣服都和肚兜差不多了，还穿到外面去，那也太丢人了。方姑姑，这是游泳穿的，当然要少一点啊。若是太长，在水中也不方便行动啊。也就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吧。是，王妃。哎，给寻儿他们也做个小裤衩，花花和小叶子他俩按照我的样式做个小点的就行。啊，好。沈妃交代完了之后就出门了。她发现院子里静悄悄的，孩子们不知道都干什么去了。彩霞，孩子们都去了哪里？回王妃，3位小公子去了皇后那儿，小郡主和世子去了太后那边。沈妃皱起眉头，她从来没想过和皇后还有这段渊源。曾经她也能感觉出来，皇后不大喜欢她。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皇后看她的眼神中明显是嫌弃的。王妃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走吧，咱们去皇后那里坐坐。沈妃来到了揽月殿院外，就听到了小孩子的笑声，这是她的崽。给荣王妃请安。劳烦去禀报皇后娘娘一声。荣王妃稍等。皇后被告知沈妃求见，说实话，她不大想见沈妃。怎么说呢，就是心里很别扭。喜欢她生的儿子是不假，但这个大人嘛，皇后多少有点排斥。唉，请荣王妃进来吧。沈妃进来之后，3胞胎倒是没有抛弃沈妃她这个老娘。娘，你终于起床了。沈妃瞪了一眼寻儿，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回去后得好好教育一下，嘴巴严实点。拜见皇后娘娘。来人，给荣王妃赐座。大宫女立即给沈妃搬了一个小圆凳过来，沈妃顺从地坐了上去。皇后娘娘，3个孩子很调皮，没有闯祸吧？娘，寻儿很乖的。沈妃见她围着自己也不老实，敷衍地点头。我知道，你老实点。寻儿有点受伤，她看了沈妃一眼，立即就向皇后那边跑去。伯娘。沈妃暗道糟糕。恒儿在一旁偷偷地看热闹，幸灾乐祸的样子很讨打。皇后抱着寻儿，一脸心疼。荣王妃今日来是有什么事？皇后这话问的就硬邦邦的，沈妃一下子就听出来了。她有点尴尬，本来是想抢娃的，现在倒是把孩子给推远了。哎呀，这3胞胎就是不如小福宝贴心。
啊，我听说三胞胎每日都来麻烦皇后娘娘，就来看看他们是不是闹人了。若是太顽皮了，我就带他们回去。3个孩子都很听话，特别是寻儿最乖巧了，荣王妃不用多操心。皇后搂着寻儿，两人挨得极近，好似他们才是母子一样。沈妃一听这话，知道了皇后是对她不满了。哎呀，她才说孩子闹人，皇后就说孩子乖巧。一时间，沈妃也察觉到了皇后的段位了，不愧是宫里出来的人，这宫斗级别杠杠的。可是皇后为什么不把这份功力用在皇上身上，反而用在和他抢孩子上？沈妃看了一眼寻儿，决定用一儿来刺激他。一儿，来到娘这里来。躲在一边看戏的一儿没有动。沈妃见最小的儿子也不搭理他了，有点急。一儿，到娘这里来。一儿没有办法，从垫子上站了起来，向沈妃这边走去。沈妃一把搂住了一儿。一儿，想不想和娘亲回去？一儿很想摇头，但看到沈妃的眼神又不敢了，于是就不说话。皇后这时候不大高兴了。荣王妃，你是信不过本宫，才不允许3个孩子在我这儿玩耍。沈妃哪敢承认，再说她也没不信，毕竟皇后都养了好几个月了。皇后娘娘误会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不是就好。说完就端起茶杯喝茶。沈妃知道这是端茶送客了，于是沈妃一个人灰溜溜的出了揽月殿，一个孩子都没带走。皇宫内勤政殿，陛下，如今吐蕃事情已了，南疆已经无忧，家中老母已去，独留家中幼子，臣属实不放心，现特把虎符交于陛下。皇上没想到北静王会如此洒脱，虎符说还就还了，这是不要军权了。爱卿是大禹朝的战神，西北等地有爱卿镇守，朕才能高枕无忧，切莫再说请辞之事。皇上不想被世人说他过河拆桥，虽然他也很想把军权收回来，但名声还是要的。陛下，臣这么多年和妻儿分离，属实是牵挂家中，如今国内太平，没有战事，臣也想多陪陪家人，以免遗憾。皇上明白，北静王说的是没见到母亲最后一面，他也是心中戚戚。收回军权本就是他的愿望，如今也不再拿巧。好，既然爱卿这么说，朕准了。谢陛下隆恩。冯宝把虎符从北静王的手中拿走，递到了皇上的手中。皇上紧紧地握着虎符，内心震撼。这一半的虎符终于是到了他的手中。北静王府从前朝开始在军中名望就极盛，先皇也非常的忌惮他。可是先皇并没有做到的，现如今他做到了。皇上想到这里，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。他现在很想出现在小福宝面前，好好的炫耀一番。北静王离开之后，皇上满含笑意地问道：行宫那边有什么消息啊？信倒是来了几封，都是荣世子给陛下的，陛下要看吧。皇上根本不敢看小福宝信上写的是什么，他一猜上面应该全都是骂他的，所以他一封信都没拆开。我不是问荣世子来信没，我是问他在行宫做了什么事。回皇上，据行宫送回来的消息，荣世子现在每日都会被太后叫去。听宫人交代，太后很喜欢荣世子，两人相处得很愉快。皇上的身子抖了抖，两人怎么会相处愉快呢？糟糕，事情真的玩大了呀！就是不知道太后会不会发现事情的真相，也不知道小福宝隐藏的功力有几分。皇上立即觉得收回军权的高兴劲儿都少了一半，他此时有些焦虑。凤宝，你说朕是不是不该劝太后去行宫避暑啊？冯宝怎么敢回答，只是站着不说话。他知道皇上也不是想听他的答案。真不该送太后去的，要不然这时候我还能见见她。皇上很想把喜悦和小福宝分享，顺便听几句小福宝的夸奖。现在嘛，他都不敢见小福宝的面了。想到小福宝的信，皇上无奈道：凤宝，去把荣世子的信全都拿过来。皇上打开第一封信，上面只有几个字：给老子等着。第二封信：给老子滚过来。第三封信：把你老娘带上，立刻马上。皇上看着信上面的字，莫名的又有点想笑。
他是皇上不假，但他还真没权力命令太后。他这个当儿子的，大多数的时候还要听太后的呢。皇上继续拆信，总之全部看下来就是个暴怒的小孩，歇斯底里的怒吼，还有让他速速去玉华宫，撅着屁股等他踹的意思。唐之玲才钓鱼回来，就看到一脸落寞的沈飞。怎么了，沈飞？怎么一脸落寞的？钓了几条鱼啊？10多条呢，都不小，晚上正好可以加餐呢。唐之玲看着沈飞好似恢复到了前些日子的样子，关切地问道：我看你没精神呢，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我有点失败。和我说说呗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发现孩子们都和我不亲了。孩子们越长越大，当然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不黏着你也很正常啊，你还有我呢。那怎么能一样啊？我是孩子们的妈妈，他们怎么能和别人都比我亲呢？皇后也是的，为什么要和我抢孩子？怎么，看寻儿亲近皇后，你吃醋了？有点儿。其实你不必吃醋的，那小子是故意的。啊？怎么会啊？他还那么小，怎么会想到这么多？你多观察观察就知道了。孩子们对咱们抛下他们，只带着小福宝出门的意见很大呢。花花这孩子特殊，他不介意，可是寻儿和小叶子2个人可是很有想法呢。我刚回来的时候呢，寻儿故意装的不认识我，还和皇上特别亲，我就猜到呀，他是故意的了。不能吧？寻儿这么小，又傻乎乎的，怎么可能这么腹黑啊？腹黑？就是表里不一的意思，外表很无辜，内心很诡诈。若是这个意思的话，那挺符合寻儿的。可我怎么感觉寻儿是真的和皇后关系很好啊，不会故意气我的呢？我就害怕寻儿被皇后给骗走了，以后不认我这个娘了。你偷偷观察一下就行了。对了，至于你担心那小子被皇后骗走，纯属多余了。我不清楚皇后为什么对寻儿另眼相看，但寻儿啊还是很在乎你这个娘的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试一试。不管寻儿是怎么想的，皇后那边我得想个釜底抽薪的主意。你有什么好办法呀？既然皇后这么喜欢小孩子，就让她自己生吧。我就不相信那个时候她还有闲心和我抢孩子。你想给她吃药？我这可没有害她啊。她从前生过病，我这药给她，她从前的老毛病确实是能好。你想做就做吧，不过这事儿需要皇上配合吧。既然太后都来了，也不差皇上了，我让小福宝把皇上叫来。行，都听你的。现在不知道小福宝在干什么，出去1小天了，都还没回来呢。是啊，太后估计是太思念先皇了，这才困着小福宝不放的。此时在凤阳殿陪着太后下棋的小福宝努力掩藏起怒火，嘴巴甜甜的道：皇祖母，孙儿太笨了，怎么学都不会，我看还是不学了吧。不行，你皇爷爷的棋艺精湛，你这么像他，怎么能不会下棋？可是孙儿真的学不会，也不喜欢下棋。小福宝真的很想把棋盘给掀了，他真的1000次后悔不应该来避暑的，同时又把皇上骂了10000遍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明天一早你再来，皇祖母继续教你。你个老太婆，还没完了是吧？皇祖母，孙儿不想您太劳累，你看这几天你的皱纹又深了，眼下也青黑一片，您应该多休息。这小子是说我老是吗？小福宝从凤阳殿好不容易脱身之后，才回到了千羽殿。我娘呢，在干什么？王妃今天不太高兴，下午回来之后啊，就困在屋子里没出来。王爷正陪着她呢。谁惹我娘生气了？三胞胎还是谁？奴才也不知道。不过王妃是从皇后殿里回来之后就不开心的了。小福宝对皇上更不爽了。本来他们一家来玩挺好的，他倒是好，把他老娘和媳妇儿这2个大佛塞过来添堵。现在他们一家反倒是受这2个女人的限制。小福宝想到这里就火大得很。不行，我得再给皇上写一封信，让他把人接走，要不然他就自己滚过来。2天后，沈飞要的泳衣终于是做好了。三嫂，你看看这个，
是泳衣，咱们穿上去瀑布那边玩水怎么样？六弟妹，这是不是太暴露了？这是游泳穿的，就是要少一点。况且那边我都安排好了，四周都被围了起来，只有咱们女的，放心玩。六弟妹，真的只有咱们女眷？这个水浅一点的地方呢，只有咱们女的，男孩子们让唐志玲带着，他们去另外的地方。行，那咱们就去吧。那就说好了，咱们午饭过后就出发。好，六弟妹。三胞胎才玩耍回来，就看到了院子中忙碌的众人。寻儿哒哒的跑了过来。方姑姑为什么收拾东西？咱们要回家了吗？才出来没几天呀。我不走。不是回府，是王妃下午要去瀑布那边野餐，我们正在准备呢。太好了，我也要去野餐。沈飞听到孩子们的声音就走了出来，然后扫了三胞胎一眼。不行，这次去不带你们。为什么不带寻儿呀？寻儿是个乖宝宝。哪里乖啦？我怎么没看出来？寻儿就是很乖，娘，你要带着寻儿一起好不好？沈飞蹲下来看着小豆丁，这么小的男孩在现代游泳馆确实是跟着妈妈的，只是他能接受，不知道三嫂能不能接受。想了想，还是决定不带了。不行，这一次我们要去瀑布游泳，带你们不方便。娘，方便的带着寻儿吧。不行，你爹带你们和哥哥们一起。寻儿见沈飞坚持，又转头看着恒儿，恒儿对他点了点头。好吧，不过娘也要把好吃的给我们一份。你个小吃货，放心吧，都有。小叶子在岸边急得不得了。娘，你太偏心了，妹妹怎么天生就会游泳，我就不会。来，娘抱着你，教你好不好？好，那娘也要快点教我，让我也能像花花一样。陆海兰这时候才扭捏地换上了沈飞送她的泳衣。说实话，陆海兰的身材比沈飞可好多了，真是前凸后翘。哇，三嫂，你身材可真好啊！陆海兰大窘，也不慢慢走了，快速地下到了河水里，挡住沈飞那火热的视线。沈飞觉得陆海兰若是在现代，绝对可以当模特或是电影明星，外形条件真不错。想了想，他这几个嫂子都是大美女，只有她差了一点。沈飞突然就觉得先皇选儿媳妇的眼光是很高的，若是唐之玲也轮到先皇给她选媳妇，以她的姿色绝对是排不上号的。沈飞想得很对，按照先皇曾经的眼光，沈飞却是第一关都过不去的。不过现在在小福宝的眼里，他娘这样的就是最好最漂亮的，不接受任何反驳。行宫内，因为唐之玲和沈飞外出带走了孩子们，让行宫一下子就沉静下来。太后见到都这个点了，小福宝还没过来，就开口询问：小福宝今天怎么没来呀？啊，荣王妃啊，送来了消息，他们下午要带孩子们学浮水，这荣世子啊，下午就不来了。哦，不来就不来吧，哀家也是年纪大了，就连小孩子都不愿意陪哀家了。太后刚开始的时候对小福宝确实是好奇，甚至还有了别的猜测。可是几天的接触下来，太后也觉得自己好笑，只是长得像，哪里会是那人呢？小福宝就是个有点聪慧的小孩罢了，不可能是先帝返老还童。太后和先帝的感情在中年的时候就破裂了，先帝后期更是沉迷于修仙，后宫都是很少踏足。太后想到小福宝的奇异之处，就想着小福宝会不会是先帝修仙成功，真的返老还童了。谁料他实验了数次都没有任何破绽。其实太后不知道，她了解先帝，先帝同样也了解她这个太后。小福宝在太后面前真的是咬着后槽牙在装，那他的试探自然是落空了。
这天，沈飞带着孩子们下山的时候，就遇到了几名受伤的学子。小叶子看到其中一个人很眼熟，娘，你看，那是沈玉舅舅。小叶子喊完就想快步跑上前，谁料一把就被沈飞给抓住了。娘，那是沈玉舅舅，不过去吗？那边人多，你先老实点。你们也在这等着。沈玉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阿姐，在这里遇上你真是太好了。我和同窗一起爬凤凰山，谁料迷路了，林间还有野兽，这里人烟稀少，看到这边有房屋，我们就过来了。荣王妃，沈兄受伤了，不知道您能否请大夫为他医治啊？顺便给我们几个人一口水喝。沈飞看到沈玉受伤，之所以会像现在这么无动于衷，也是因为此时的沈玉让他有了陌生感。可以说，自从他从南疆回来之后，见到的沈玉就给了他这种感觉。不过沈玉旁边的同学沈飞是见过的，他记得这人好像是沈玉的朋友。行，你们几个跟我来吧。回到了行宫之后，沈飞给几个学子安排在了单独的院子，并且派了随行的太医去给沈玉诊治。六婶，我有事和你说。玉红，你有什么事？六婶，我觉得刚才的沈玉是假的。沈飞也正有此疑问呢，他已经交代了给沈玉看伤的太医，一定要把带血的布拿回来，他要验个 DNA。哦，玉红，你发现什么了？六婶，真的沈玉看我们的眼神是隐忍的，既恨又怨，最后才是漠视。我在书院碰见过他几次，我知道我父亲和他的仇怨，可今天的沈玉并非如此，他对我都是蔑视，这种眼神我曾经感受过。你说感受过？难道他是你熟悉的人？我感觉他是我父亲曾经的谋士苏先生。苏墨尘？就是他。苏先生在益州王府多年，我虽然是王府的世子，可苏先生看我的目光，我永远都记得。那既然是苏先生，是不是赶快抓起来呢？我只是有这种感觉，但是不能确定。他的外貌就是沈玉的容貌。管他是不是，先抓起来，好好的审问。令策，带几个人去把那几个学生抓起来。那几名学子是国子监的学生，他们身后背景没查清楚，也不能伤了。是，王爷，世子。令策很快就带人离开了。1刻钟之后，10多名学子和太医就被带到了千羽殿。阿姐，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要捆着我们呀？是呀，荣亲王，我们虽然是一介学子，但也有功名在身的。我们今日不过是来讨口水喝，若是不给也罢了，为什么要如此对待我们？荣亲王，家父正是太学博士徐长卿，我们只是山中迷路，真的没有做其他的事。是呀，荣亲王，还请明鉴。行了，其他人都先带下去，把沈玉留下。阿姐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这么对我们？我可是你弟弟啊！小福宝最先来到沈玉身边，伸出手在沈玉的脸上摸索了一下，发现没有面具。娘，他是真的。楚玉红也走了过来，仔细地盯着沈玉的脸，也试验了一下，竟然发现这是真的脸。现在他也拿不准了，不确定之前的感觉对不对。六婶，可能是我误会了。阿姐，咱们果然是生分了。沈飞走了几步，来到了沈玉的跟前，拉开他的袖子，看到了上面已经包扎好的伤口。王太医，带血的布巾你带回来了吗？王妃，在这里。沈飞接了过来，然后又薅了一根沈玉的头发，才道：生不生分，现在说还太早了，等一会儿咱们就知道是谁先生分了。沈玉的身子一颤，他目光复杂地看了一眼沈飞，但很快就安定下来。把人看好了，还有，从现在开始，行宫内的人无论是谁，全都不允许外出。令策，你带人把行宫封锁了，不管是谁的人，从现在开始谁都不允许出去，一切听我的命令。是，世子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唐之灵担心几个孩子，我这就把这几个孩子带回来，不让他们乱跑。去吧，把孩子们都叫回来，放在一处。唐之灵点了点头，就快速离开了。沈飞也回了房间，其实是去了空间实验室。沈飞一脸沉重地出了空间实验室，小福宝立即就凑了过来。娘，怎么样？有结果了吗？你们记得当初一起进来的学子们一共有多少人吗？10多个呢，没太注意。六婶，我记得一共是13人。刚才来的人也是13个，没有错。我刚才做了个实验，发现被捆着的沈玉是真的沈玉，
但却不是我们在半山腰遇见的那个人。六婶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说沈玉是真的，又为什么不是之前的人了？娘，你是说那人装成了沈玉，然后混到了行宫里？不对呀，若是苏先生装成了沈玉的样子，为什么要把真的沈玉带进来？还有，沈玉为什么要帮他？楚玉红说到这里，霎时就明白了，真的沈玉是为了我们一家来的。那人若是苏先生，还真是煞费苦心。为了确定他一定能被带进行宫，竟然装成了沈玉的模样，进来后又及时和沈玉换了回来，还真是狡诈。我去看看其他学子有没有戴面具，我认识苏先生的。说完就快速地跑了出去。沈飞对此却是不大乐观。看来苏先生有好几种面孔呀，那他在益州的时候未必是以真面目示人，玉红恐怕要失望了。果然，很快楚玉红就跑了回来。六婶，那些人中没有苏先生。真的苏先生恐怕是藏起来了，就是不知道他千方百计地混进来是想干什么。六婶，问问沈玉，看看他怎么说。对，娘，你给沈玉催眠吧，这样他就老实交代了。沈飞摇了摇头，他不想催眠沈玉，他要等事情结束之后亲自问他。不必了，现在问他想必也不会有结果。既然那苏先生如此狡猾，想必不会告诉沈玉他的计划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查出那苏先生又换成了谁的脸。苏先生既然能以假乱真，我们怎么找得到他呢？他随意换了容貌，就算把他困在了行宫之内，我们也不清楚他换成了什么人。行宫的人众多，他随意的换成了别人的脸，我们防不胜防。你说他会变成我们身边的人，潜藏起来？若是苏先生想要乔装，面具一定是提前就准备好的。娘，你说他或许会易容成我们身边的人？或许吧，不过也不用担心，我可以做实验。只要有了怀疑目标，任那人外表变成了什么模样，基因都不会变的，只要去做 DNA 实验就好。现在咱们就要在行宫里来一场猫捉老鼠的戏码了。是啊，这次一定要把人抓到。既然他自己送上门了，势必要把人留下。娘，我这就带人去搜人。福宝弟弟，我和你一起去。你们多注意一些，身高是骗不了人的。遇到和那位苏先生身高差不多的人，全都先抓起来，无论男女。太后，太后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太后，咱们殿外来了好些侍卫，他们把咱们的宫殿给围了起来。什么？谁让他们来的？这是想囚禁哀家不成？谁给他们的胆子？太后同样想到了益州王楚敬宗，还以为他是来替葛太妃报仇来了。现在殿外全是侍卫吗？哎呀，是啊，太后，咱们要赶紧给皇上送消息，让他快派兵过来。荣亲王一家呢？他们在哪儿？这奴婢不知啊。不过荣亲王哪里靠得住啊？这都不够益州王一拳的。是啊，荣亲王一家都靠不住啊。都是皇上非要哀家来避暑，你说来就来吧，还带上了老三一家。太后，要不要奴婢把侍卫长叫进来，咱好好问问，兴许是咱们多心了。那侍卫长你之前见过吗？是护送咱们来的人吗？太后，奴婢也不记得了。行了，你去找太监王辉，我看他身形瘦小，去东墙那边，那里有个狗洞，让他钻出去看看情况。啊，那东墙有狗洞吗？有一个，小叶子发现，原来不大，现在呀，被他套得大了一些。好，那奴婢这就去交代。小福宝带人离开之后，沈飞倒是闲了下来，他来到了关着沈玉的那间房。沈玉此时被捆着缩在了角落，听到开门的声音，他猛然的抬头就看到了沈飞。这一次他没有主动喊人，沈飞走到沈玉身边也盯着他看，两人就这么注视了许久，谁都没有率先开口。最后是沈玉败下阵来。阿姐。沈飞直接坐在地上看着沈玉。为什么？阿姐，我太痛了，我真的忍不住了。近2年来，我经常梦见我死去的家人，
他们全都在指责我，为什么不替他们报仇？阿姐，我的心太痛了，仇人就在我眼前，我却是无动于衷，我不是人。沈飞看着眼前的少年，心里也不是滋味，但该问的还是要问。之前假扮你的人姓苏。阿姐，你们抓到他了。沈玉，你真的变了，变得我已经不认识你了。阿姐，我想报仇，但光凭借我的能力，我永远也报不了仇。那姓苏的找到了我，他说可以帮我解决了楚敬宗一家。这么说，之前在学院出现有意和我接触的人也是苏先生。阿姐，你分辨得出来我和他的区别？感觉吧，我见到他的时候有一种陌生感，不亲切。阿姐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最开始的时候是被苏公子抓了起来，我以为我会被悄无声息的害死，可是他留了我一命，他答应我帮了他这次，他会帮我报仇，而且他也不会伤害你们的。阿姐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不会害你和外甥们。沈玉，你觉得那姓苏的话可信吗？沈玉或许也想到了结果，但他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。沈玉，从今往后你不再姓沈，改回谢吧。阿姐，你不要我这个弟弟了吗？其实是你最先不要我的。沈飞看着沈玉的眼睛，说完这句话，转身就离开了房间。屋内太过压抑，让沈飞的心口憋闷。阿姐，阿姐，沈飞走出房门，还能听见里面少年呜呜咽咽的哭泣声。他不怨沈玉，他和楚敬宗有血海深仇，他没办法让沈玉放下仇恨，又没办法替沈玉报仇，怎么选都是错，那他只能远离。沈飞回到房间内，彩霞，孩子们还没回来吗？没有，王爷出去找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不行，我得出去看看。谁料才走到院子里，就听到了孩子们的叫声。娘，行宫里有好些人玩捉迷藏。娘，我们还没玩够呢。但是小福宝太霸道了，非要我回来。娘，你要好好教训一下小福宝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看小福宝好像在搜人，谁进来了？是呀，是和那些学子有什么关系吗？我看是从他们来了，行宫才乱起来的。行宫里进贼了，现在正找呢。你们这些孩子要老实一点。行了，你们先进屋里去，没有我的命令都不要出来。江儿，你们几人好好的看着小主子们。江七，你带几个人去凌雪阁，去把玉泽他们一家都带过来。是，王妃，属下这就去。江八，你们回来的时候见到王爷了没？没有，我们带着小主子是遇到了世子，他让我们带着小主子全都回到仙羽殿。沈飞的心咯噔一下，唐之灵去了哪里？这时殿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。娘，可疑的人我们全都带回来了，你看看。沈飞一抬头就看到了小福宝身后那心长的身影，心里松了一口气。每人拔一根头发给我，要写好姓名，不要弄混了。侍卫不知道沈飞的用处，还是乖乖照做。沈飞得到这些人的头发，没有停留。我没出来之前，这些人都看好了，不要放了他们。娘，你放心吧，有我呢。沈飞点头之后就转身回了房间，其实是去了空间实验室。楚敬宗带着老婆孩子来的时候，就看到了这种情况。这是咋回事？抓这些人干啥？爹，行宫里进贼了，福宝弟弟正抓人呢。进贼了？哪个贼吃了雄心豹子胆，还敢来行宫撒野？真是嫌命长了。说完，看着被围在中间的那些人，这贼怎么五花八门的？闭嘴，好好看着，哪里轮到你看热闹？好，我不笑。你跟我来，我有事和你说。楚玉红觉得也不能让自家老爹闹笑话，于是也快步地跟了上去。唐之灵见几个孩子都在外面看着，就开口问道：三胞胎他们在哪里啊？快带玉泽和玉溪他们过去。三夫人，请跟奴婢来，我们郡主和小公子们都在里面呢。有劳王嬷嬷。唐之灵看了看天色，太阳都快落山了，又吩咐道：在家，你去和大厨房那边说说，晚饭也应该准备起来了。抓贼是抓贼，这肚子也不能饿着呀。是，王爷，
奴婢这就去。还是我和你一起吧，我亲自嘱咐一下，让厨房呀做些王妃爱吃的菜。好，奴婢带王爷过去。令策见唐之灵离开，往日的武丹和武阳都没在，心中疑虑，又担心唐之灵的安全。你们两个跟着点，保护王爷。是大人。那苏先生或许已经混进了行宫之内，他既然自投罗网了，一定要找到此人。好啊，老子正想找他，他把我害成这样，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，真是岂有此理！若是让我碰到他，我一定要把他五马分尸。吼什么吼？那苏先生从前或许是易容了，现在他的真面目谁也不知道。你和他相处了好几年，一会儿你去认一认人，看看能不能认出来。你都说他是易容的了，我怎么认得出来啊？真是个糟心的玩意儿，就这点脑子，还整天做白日梦。唉，真是白瞎了这么强壮的大体格子。楚玉红这时候站了出来，福宝弟弟，我去试一试，让我看看他们的眼睛，也许能排除一些人。玉红不错，比你爹强。这么聪明的崽儿，若是我的儿子，那当年的皇位就传给他。楚敬宗见到小福宝夸他儿子，也与有容焉。比儿子方面，他完胜老大，嘿嘿。三人在房中谈完话之后，就走出房门。沈飞从空间实验室出来，然后推开房门。小福宝见沈飞出来之后，立即跑了过来。娘，有结果吗？这些人都不是。啊？怎么会？这些人都不是，全都放了吧。娘，是你的法子不管用了。总之，这些人不是。若是还要查 DNA， 恐怕要化验行宫内的所有人，那这样就太麻烦了，而且也需要时间。天已经黑了，恐怕混进来的苏先生已经藏起来了。娘，你也不必担心，他才一个人，就算有同伙，也才几个人。行宫守卫森严，他翻不出多大浪花。令策，传我命令，行宫内所有人都不允许单独行动，护卫们也都仔细辨认，看看是否出现了陌生的面孔。凡是有可疑的人，全都说出来。还有，行宫里伺候主子的太监和宫女，都互相指认一下，说一下这一下午都和谁在一起，又做了什么。若是没有人证的人，全都带过来。小福宝的法子虽然是笨办法，但也是能排查出可疑的人选的。另外，再给皇上送个消息，让他再派些人手过来。还有，夜晚巡逻的人多安排几组，皇后和太后那边也多注意些。是，世子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沈飞现在也没有好办法，随着那些人的离开，千羽殿一下子就空了下来。沈飞看了一圈，没看到唐之灵，他心里有点异样。唐之灵从前很喜欢黏着他的，现在怎么经常不见人影？要不是几个小时前还看到他回来，他都开始担心了。小福宝，你爹呢？怎么不见他？他没和你在一起吗？没有啊，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啊。王妃，王爷亲自去了厨房，说是吩咐厨子啊，给你做些你爱吃的菜。王嬷嬷这话才说完，就见到唐之灵从外面走了进来，他身后还跟着几个人，他们怀中还抱着酒坛子。王妃忙完了，可是抓到了贼人。沈飞从上到下扫视了一眼唐之灵，特别是看到他袍子上的一大片油渍，顿时生起了疑惑。王爷刚才去了哪里啊？真让我担心啊！现在有贼人进来了，你又不会武功，不要到处乱跑。还有，这些人带的是什么？王妃不必担心，我刚才就是去了趟厨房，吩咐他们做些你爱吃的菜。现在天都黑了，抓贼是要紧，但也不能饿着呀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王妃还不动手，愣着干什么？令策刚刚被派了出去，其他护卫的反应就慢了一步。唐之灵飞身而起，直接向距离他最近的沈飞和小福宝冲去。楚敬宗见小福宝有危险，一下把小福宝抱走。唐之灵只能放弃，改抓沈飞。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放开我娘！这时候护卫们也反应过来了，但又不敢动手。他们不明白荣亲王为什么要抓荣王妃。你们都不要动，否则我就捏断他的脖子。江二等人和出现的暗卫也都在找机会，他们想从后面袭击都不成，因为那些抱着小坛子的人把假的唐之灵身后都堵死了。沈飞很想翻白眼，你装的有点假。他从来都不去厨房，那小子要是满身脏污的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洗澡，哪像你一样像个没事人一样。苏墨尘愣住了，这是什么破理由？
你真的是苏先生？楚敬宗啊，楚敬宗，你终于是长脑子了，还能猜出我的真实身份了。难得，难得呀！为什么要如此对我？我对你不好吗？在益州的时候，我送你田产地契，给你极大的权利，我的私兵你都可以调动。侍卫有哪个主公会对手下这么好？你为什么背叛我？就你一个酒囊饭袋，还想要皇位，简直可笑至极！你说说你的脑子，就比猪强那么一点点，竟然还想要皇位，真是痴心妄想！你说你待我不薄，可是我为你做了多少事情啊？你那些私兵是谁帮你拉拢起来的？你的武器库又是谁帮你建造起来的？是我苏莫尘。还有你的铁矿山，3处铁矿山，哪个不是我替你寻来的？为此我手上沾了多少条人命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你个蠢猪，完全就是个废物，想要皇位还畏首畏尾，那么好的造反机会你都抓不住，像个乌龟一样，就知道缩在乌龟壳里。你现在还有脸质问我？要是没有我，你哪有和皇上对抗的实力？偏偏你还胆小如鼠。我不过是推你一把，可是你呢，就这么被俘了，大军都交出去了，我呸！真是浪费了我的心血。你无耻，都是你害我，否则我现在也不会成了阶下囚。